天宝年间，盛唐光辉日落西山，在四分五裂的乱象之下，朝廷的威严日渐衰弱，国中藩镇林立派系迭起，已然不受朝廷掌控。其中有以河北三镇之一的魏博镇势力最为雄厚。聂隐娘年幼时被道姑公主掠走，此后便居于山中苦修剑术。道姑奉行杀一人救万人的理念，自然也将这个观点加诸在聂隐娘身上。在道姑的授意下，聂隐娘手刃多位恶贯满盈的大辽，刺杀对她来说犹如探囊取物。然而却在一次行动中，因为看到大辽怀中的孩子不忍下手，回道官复命时，道姑斥责聂隐娘虽剑术已成，但道心不坚，遂命他即刻返回魏博，刺杀表兄田季安。田季安时任魏博节度使，性情暴虐，喜怒无常。他的嫡母正是道姑的胞妹嘉诚公主。彼时，唐德宗为牵制魏博势力，将嘉诚公主下嫁于当时的魏博节度使田旭，并赠玉珏一枚，嘱咐公主必以决绝之心，不让魏博的野心跨过洛河之水。嘉诚公主膝下无子，庶出的田季安便养在她房中，直至15岁时田旭去世，公主扶持田季安当上节度使，维系着与朝廷之间的关系。再后来，嘉诚公主将玉珏分赐给田季安和聂隐娘，望他们继续守护朝廷和魏博之间的和平，也意在让两家结秦晋之好。如今聂隐娘归来，嘉诚公主已然不在人世。据聂隐娘母亲所述，公主最后还念着委屈了隐娘。而自嘉诚公主去世后，野心勃勃的田季安便时常想着脱离朝廷，自立门户。此时他正和众位下属商议着政事。事情的始末要从承德节度使王世贞说起。王世贞于年前薨逝，朝廷派京兆尹裴武前往吊唁，借此机会怂恿其子王承宗献出2个州府，以早日换取朝廷的任命凭证。王承宗照办后，朝廷马上派人驻守此2州，并设立保信军镇。和王承宗为姻亲关系的薛昌朝则被任命为2州观察使。此2州自临魏博，为重要的军事咽喉。朝廷此举让田季安坐立难安，于是下属中有人提议离间王承宗和薛昌朝以得渔翁之利。马上有人出言反驳，认为薛和王虽然不算和睦，但至少也有姻亲这层关系。这矛盾说破天也在2人的地盘上比划比划。而且薛昌朝和朝廷的关系并不算紧密，离间计恐怕不仅难起作用，反而会引起朝廷对魏博的不满，到时候重兵压境，魏博难以自处。双方各执一词，田季安显然更属意前者，认为后者田兴的话是在危言耸听，疑心他早就站对朝廷，于是当下便急了田兴的职，将其贬为临清镇将。众人的谈话也悉数落入了房梁上聂隐娘的耳中，他隐匿在田府观察着这院中所有人的一举一动。直到夜深，聂隐娘现身田季安的卧房，田季安持剑追出，2人在屋顶上大打出手。论剑术，聂隐娘显然更胜一筹，但她并未按照道姑的意思对田季安下杀手，也没有过多纠缠，跳下屋顶隐匿在夜色中。田季安回到房中，妾室胡姬将聂隐娘留下的玉珏递给田季安，田季安这才得知聂隐娘的身份。据他回忆，当初嘉诚公主分赐玉珏时有婚约信物之意，没成想第2年明州刺史带着人马来投奔，为了笼络人心，田府便提出2家缔结姻亲。嘉诚公主为了田季安能顺利接掌节度使，便也点头答应了这门婚事。是以后来他一直对聂隐娘心怀歉意。入夜，田季安差人叫来聂隐娘的父亲聂风，让他护送被贬职的田兴前往临清。田兴实为聂隐娘母亲的兄长，有着这层关系，这次田兴的临清之行应当无虞。要知道，此前曾有一位官员在发配途中被活埋，田季安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一次。翌日，田兴和聂风出发前往临清，袁家也急不可待地出手了。袁家是田季安妻子的母家，也是坚定的反黄党。他们一边有意无意引导田季安和朝廷作对，一边肃清魏博所有和自己政见不同的人，其中就包括田兴。袁家派出杀手围追田兴和聂风，尽管2人早有防备并做好了埋伏，但奈何敌众我寡，来势汹汹，2人最终还是被袁家的人生擒。就在田兴即将被活埋时，林中突然出现一位身负铜镜的男子。男子靠着林中地形和袁家人周旋，然而到底双拳难敌4手，附近男子很快便显出颓势。这时尾随其后的聂隐娘显出了身形，区区几招就撂倒了袁家追兵，救下了田兴和父亲聂风。稍加整顿后，几人便继续赶路。附近男子在前带路，一行人来到一处峭壁前，崖壁之下有个山洞，洞中伸手不见五指。走着走着，前方有了光亮，继而豁然开朗，眼前是金黄浮动的荻花和雾气空蒙的墨色群山，耳边除了虫鸣鸟叫，只剩风摩挲着树木草叶的声音。继续往前，一派田园景色映入眼帘，田地零星散布，茅屋点缀其间，鸡鸣犬吠，孩童笑闹不绝于耳。附近男子取下铜镜打磨光亮，垂髫小儿好奇打量。聂隐娘将聂风安置在一间茅屋，帮他煮了一些汤药，仔细照顾。父女俩的话并不多，许是有些东西不知该如何说起。天蒙蒙亮，铜镜般的湖面盖着一层薄薄的雾气，岸边的树木剪影般林立。老牛哞哞叫了几声，几只寒鸦惊空而起。远山浸透在浓雾之中，不见真颜，空气中是潮湿厚重的气息。茅草屋升起炊烟，
温暖的篝火燃了整夜。聂隐娘早早便出了门，附近男子四处找寻着她的身影。天大亮了，一切都明朗起来。聂隐娘在一片白桦林中遇到了刺客金晶儿，此人戴着一个黄金面具，两人二话不说便动起了手，短短几招就分了胜负，或者说就打了平手。聂隐娘将金晶儿的面具画了个口子，认出她就是田季安的妻子袁氏，自己的手臂也被袁氏所伤。紧接着两人一言不发各自离开。聂隐娘回到茅屋，附近男子帮她处理了伤口，想到嘉诚公主，想到自己，聂隐娘心下凄然，没有同类的孤独感油然而生。另一边，袁家没能除掉田心和聂风，转而把目光转向季家内宅。一直以来，袁氏都在后宅之中独揽生育大权，妾室胡姬深知自己处境，即便怀了孕也不敢声张，为此更是以鸡血伪造月氏。袁氏家奴识破了胡姬的手段，将其有孕一事汇报给了袁家家主。家主是个高鼻深目、须发皆白的老者，只见他伏于案间，干瘦的手指上下翻飞，用黄纸撕扯出一个纸人轮廓，接着沾了墨汁样的事物点印在纸人身上，最后将纸人扔进了水缸，不知施了什么咒语，眨眼的功夫纸人便消失不见。与此同时，胡姬正和一众侍女歌姬们嬉笑打闹迎面走来，不多时他便觉得身上有些异样，只得靠在廊柱上稍作歇息。一阵浓烟在胡姬周身蔓延开来，似乎就要将他吞噬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聂隐娘快步走来，一掌拍散了这诡异的雾气，将晕倒的胡姬轻轻地放在地上。闻声而来的田季安误以为是聂隐娘要加害胡姬，怒喝一声便提剑攻向聂隐娘。贴身侍卫夏静也上前助力，两人都不是聂隐娘的对手。聂隐娘夺过田季安的剑横在他颈间，留下一句胡姬已有身孕，便离开了田府。侍卫在胡姬晕倒的柱子边找到一个纸人，他身上还有一个与之类似的，这个纸人是侍卫父亲留下的。当年田旭夜里轰尸，其父在床榻下发现了这个纸人，本以为是道姑公主所为，顺着线索调查后却发现另有其人。如今纸人再现，却是为了加害怀有身孕的胡姬。田季安稍加思索，心中便有了答案。他命侍卫带着人来到干瘦老者的家，破门而入后没给他开口辩解的机会，就迅速将其射杀。田季安来到袁氏房间，将纸人摔在他面前，其中的意思不言而喻。袁氏见状却是一言不发。田季安恼怒地拔出佩剑，年长的孩子挡在袁氏身前，田季安只得发泄般砸坏几个花瓶，扬长而去。议事厅内，下属们正汇报着王承宗出兵德州押解薛昌朝一事。田季安听到有心向朝廷的谏言，也并未动怒，只是心思却不知飘到了何处。众人的声音在他耳中越来越小。另一边，云雾缭绕的苍茫山巅，道姑独身立于崖边。聂隐娘自山下走来，跪在道姑身侧，直言田季安杀不得。如今4子年幼，杀掉田季安只会引起魏博大乱，恕这次难从师命。道姑从来觉得自己是在同生人忧，所作所为皆是为了天下苍生，执拗地认为聂隐娘身怀高超剑术，更应该斩断小情小爱，献身于大道大义。聂隐娘并未辩解什么，三叩首过后便表示师徒情断，随后转身离去。聂隐娘朝山下走去，道姑亦步亦趋跟在身后，两人在林中交手。聂隐娘轻出鱼篮划破道姑外袍，师徒二人就此恩断义绝。山下的农人小院内仍是一派祥和气息，附近男子和茅屋的主人们围坐在炉边，远远的便看到聂隐娘牵着马走来。附近男子兴奋地站起身朝他跑去，聂隐娘也展露了入世以来的第一抹微笑。附近男子实际是个跟随商船而来的倭国人，途中遭遇风暴，商船沉没，漂流至海边的他被采药老人救起，两人便结伴而行，四处游历。不日后，聂隐娘一行3人结伴出发，他打算送附近男子前往新罗国。3人渐行渐远，最终消失在浓雾中。这天下之大，总有他聂隐娘栖身之处，不作为刺客，只作为他自己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。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